Hello，大家好。然后我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就是我们想聊聊就是出柜这个问题。对，因为今年直播的话，就是也是因为出柜的原因，然后才去直播。其实这个出柜还是被迫出柜，对牛奶来说，他觉得他的出柜其实不成功的，所以呢，我们最近可能就是家里给的压力太大了。然后我希望大家在520这一天是跟自己的男朋友好好过，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就不像我们就是20多，我们两个刚在一起就5年前吧，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在一起就没有考虑过这么多问题，哎，有多少花多少，月光族那种。对对对。然后也没有考虑到出柜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年龄渐长嘛，这些问题肯定是一一都暴露出来了。是的。然后再说一下，就是前一段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经常关注我们的人有没有看我们的就是视频全都那个消失了。那是因为就是当时我们两个决定就是先分开先分开1年，然后就各自努力吧，因为被迫出柜以后，家里就是给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但是后来真的是两个人离不开。就是从哪说起呢？就是去年吧，口罩的时候吧，然后对口罩那段时间，因为我妈妈来找我们两个玩嘛，就是来长春我们这边玩，因为去年口罩的时候年初吧，对，年初的时候那会儿就是挺严重的长春这边，然后找我们玩，然后结果就是被关在这儿了。我们就是在一个屋子里，连楼都不能下的那种。生活了2个多月吧，将近3个月。对，将近3个月。当时我妈说要回去，我说你帮我俩看看狗吧，我说我们两个出去拍B 站，我们两个去旅拍去，然后你帮我看一段时间狗。结果我们两个还没等着出去呢，然后就关着了，就关在这儿了。然后其实在这之间，就是我们相处的还是很好的，就是因为对啊，其实他也很开明的。因为我妈妈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她早就知道我们两个关系，就是今年我妈就一直在说，是今年过年的吗？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15的时候，因为我比较着急回来，因为罐头要回来了，我就着急了。然后我说我要着急回去，然后我妈说我们两个在外面遛狗嘛，我妈说啊那你还想不想结婚生孩子了？我说你就别管这些事儿了，我是说以后肯定会让你抱上孙子的。然后她说什么叫以后肯定让我抱上孙子？就在外面我们两个就说话赶话，然后她说，我说我不想，她说妈不是想为了让你结婚，为了结婚而去结婚，你也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我说我不会喜欢，我说我找不到自己喜欢的，我说这辈子可能都找不到了。然后我妈就说，我妈当时就哭了，她说妈都知道怎么回事，你跟罐头，咱们在一起生活2个月，你说，当时我妈是看到我们两个就是罐头可能在跟我吧，因为我们那个门它坏掉了，它那个门那卡坏掉了，我们可能当时那个门嵌个缝，锁不上，然后我们两个忘把门关严了，因为我平时都拿凳子给它倚上，然后可能是那天晚上没关，我妈上厕所就是看到了，她说当时妈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当时就是，我妈说我回屋就一直在哭，我儿子这不完了吗？然后我妈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是那会儿还在一起生活，也没说什么。但有一天我就感觉的，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点感觉，因为那天我和罐头平时我们俩不喜欢打打闹闹的嘛。然后我妈当时就说了一句说，你们两个又不是对象，一直在那一起闹啥呀？她没当着罐头的面，就我们两个自己在那说。罐头下楼遛狗的时候，她说。我说闹不正常吗？其实作为父母来说，2个月多多少少他们都有感知的，因为你看平时咱们之间就是打闹啊，这都很正常的一些事情，就是平时。然后我妈就是我们两个回屋以后，我妈就一直在那哭，说就是妈也不想为难你，她说我也知道怎么回事。她说你这不是心里有疾病吗？我说这哪是心里有问题啊？
我说有些东西都是天生的，那他说那赖妈呀，我说我也不赖你啊，我说真的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我说我可以，我当时就哭着说，我说我可以为了我妈，我说我可以为了你，我说我可以为了我妈妈去结婚，但是我估计我这辈子都不幸福的。但是对于这件事，你知道吗？我理解是啥？我理解是，就是你妈妈在平时，就是因为你是就是会慢慢渗透她，因为你总跟我说有的时候可能在有个时候你就会问到，然后你就慢慢会跟她说，给关对啊，我一直在渗透啊，我在做这种工作，就是让他知道的时候，他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对，所以我理但解的是就是其实她心里是我做到的已经很好了，因为我妈当时就是在哭，她也没说要死要活的，一块儿闹山丧这种。在我们就是他发现之后，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的。在这过程中，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发现了，所以就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而且就是昨天嘛，昨天我跟我妈视频的时候，我妈经常就问说罐头在干嘛呀？然后问我说在那边看手机呢，我说追剧呢，她说那小孩儿天天在那追剧，然后反正也还好吧，我妈就是也没有像别的父母爆发出来说让你回家又哭又咋的，说你俩必须给我分开。我妈的意思就是说给你们两个1年时间吧，说如果要是你们在长春或者在哪儿能安家了，说可以就是安稳一点。其实我家里我早就渗透了，我已经渗透的很好。对，其实他在慢慢的就是有种那种潜移默化的，反正现在来说的话，就是说给我们1年时间，让我们去努力。但是我发现，如果要是1年时间，真的创业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谁能保证这1年我是成功的？那如果我要失败了，所以我就是选择了直播嘛。然后就说到这个出柜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也就是听到这，大概都知道，他现在就是他家里还是说，就是他妈妈哪怕再开明，他还是会催，他还是不理解，就是觉得还是要跟女孩在一起才是幸福的，所以一直在催他。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就是谨慎一些，就是哪怕就是还是不要去捅破他，要不然真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要有十足的把握才去，对，要不双方都会有压力这样的。而且我希望大家就是谨慎出柜，不要一时冲动，就是为了就像当时我说我好喜欢他，我想告诉全世界就是他是我喜欢的人，就这种感觉，我希望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就是现在就目前咱们这些就是家庭来说，父母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的话，其实很少会就是能做到牛奶他妈妈这样开明的人都已经很少了，所以大家就是能够有那个把握去的话，然后再去出这个柜，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出柜了，然后把父母关在柜子里，这是其实对于你来说你也不会快乐，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是我一直其实都想说这个事情，就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因为其实一直对于我来说，这个一直是我俩的压力，所以牛奶就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他不想说。因为我之前在直播间每次说的时候我都哭，我真的不想说。其实确实，我们一聊到这个话题，我们就是特别沉重，因为这个事情对于大家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所以我们也今天就是想借助这个520，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脱单，脱单的同时呢，一定要考虑好这出柜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这个圈里头，出柜这个话题已经就成为了大家一个难题了，所以一定要谨慎。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一定会脱单，然后呢，幸福。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了解了解。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谈到这些事情。对，然后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的经验吧。然后大家看完视频一定要一键3连，一键3连，然后拜拜。